2026年5月20日，彭博社终端机上闪过了一组常常被普通人忽略，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数据。新加坡股市总市值达到6450亿美元，正式超越印尼。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政策速递。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经济的繁荣仅仅是因为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运气，是富豪们被动选择的避风港。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新加坡启发局将全球投资者计划，也就是 GIP 的投资门槛大幅提高到5000万新元，并且明确将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产剔除出合资格投资范围时，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精密金融工程就已经启动。要看懂新加坡当下的金融政策，我们得先看清整个东南亚正在经历的资本大迁徙。根据新加坡金管局发布的资产管理调查报告，过去1年，亚洲超高净值人群向新加坡3大本地银行注入了高达770亿新元的新资金。作为对比，邻国印尼同期却遭遇了约27亿美元的外资撤出，甚至面临信用评级下调的压力。看到这些宏观数据，你大概率会有一种隐忧：这些超级富豪带着巨资涌入，会不会只是来买楼、炒高祖屋和私宅价格，最终让我们这些靠薪水和 CPF 公积金生活的人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和通胀压力？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热钱效应的毒副作用。如果任由资金无序炒作，新加坡非但保不住金融中心的位置，还会沦为富人的保险箱和穷人的压力锅。那么，如何把这些庞大的防御性财富变成能滋养本地经济的生产性资本，而不是推高物价的推手？这就成了接下来政策设计的核心。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修订后的全球投资者计划，也就是 GIP 新规。这次修订最狠的一招，不只是把投资门槛大幅拔高到了5000万新元，更关键的是它附加的严苛条件：申请人必须把这笔巨资投资于本地股票等指定的金融产品，而房地产这种传统避险资产被彻底扫地出门。客观来看，这是一项极其精准的资本隔离与引导政策。如果我们横向对比香港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或者迪拜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家族办公室政策，你会发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招商引资时，资产认定标准都相对宽泛，买楼往往也是合规选项。但新加坡偏偏走了一条最难也最严的路。5000万新元的门槛本质上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物理过滤网，它直接挡住了那些只想在乌节路买套大平层，拿个身份就走的短期热钱。政策设计的初衷非常清晰，新加坡不需要非生产性的资金来推高本地的砖头价格，从而加剧普通市民的住房焦虑。相反，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了一个强制性的金融工程网络。当全球超高净值人群希望获得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和制度保护时，他们必须支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对价就是把财富转化为本地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去支持本地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这种将全球财富强制圈养在本地资本市场的做法，不仅成功阻断了热钱对本地民生经济的冲击，更为新加坡的上市企业注入了至关重要的长期资本。这绝不是一篇普通的财经新闻，而是国家意志在资本博弈中的高级展现。但仅仅限制外资就够了吗？其实，为了盘活这局棋，政府自己也下场了。如果说 GIP 新规是对外资的强制引导，那么新加坡金管局几乎同步推出的另一项政策，则展现了政府主动下场破局的决心。金管局正式启动了规模达50亿新元的证券市场发展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由政府直接出资，委托专业机构投资本地上市的股票。在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资金直接参与二级市场，扮演国家队角色的情况其实非常罕见。为什么一向崇尚自由市场的新加坡要在此时果断出手？长期关注本地财经环境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也就是 STI， 过去一直面临着估值偏低、交易不够活跃的结构性痛点。许多优质的本地企业
甚至因为融不到足够的钱，而无奈选择私有化或者远赴海外上市。这种流动性折价是本地金融市场的一块心病。金管局这50亿新元的真金白银，与刚才提到的 GIP 新规形成了一套天衣无缝的组合拳。政府资金率先入场，相当于为本地股市的价值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信用底座，向全球资本释放了信号。当国家队的资金与通过 GIP 新规强制导入的外资在本地股市汇流时，量变最终引发了质变，产生了巨大的杠杆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26年，我们能看到新加坡股市的总市值历史性的突破6450亿美元，完成对印尼的反超。这不仅稳固了新加坡作为区域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也为本地投资者，尤其是依赖公积金投资计划的普通群体，创造了更为稳健的财富增值环境。将视线从具体的政策条文拉高到全球地缘政治的维度，我们会发现，新加坡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战略对标。纵观现代金融史，能在长期的地缘动荡中持续吸收全球财富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瑞士。瑞士银行的避险模式，依赖于绝对的中立和严格的保密制度，曾经吸纳了全球1/3的离岸财富。而今天的新加坡正在亚洲复制并全面升级这一逻辑。面对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地缘不确定性，资本的第一诉求永远是安全。新加坡凭借其极其稳定的政治环境、透明的法治体系以及与各大经济体的良好关系，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不确定性溢价。但新加坡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吸取了传统避风港模式的教训，没有仅仅停留在做一个被动的资金储藏室。新加坡通过我们前面分析的强制性金融工程，不仅稳稳接住了从周边国家流出的庞大资本，更通过严密的政策过滤网，将这些追求安全的防御性资金转化为了具有进攻性的投资资本。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真正的安全感不仅来源于坚固的城墙，更来源于对资本流向的精准掌控，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通过这套机制，新加坡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小国，而是区域金融秩序的塑造者，真正掌握了财富的定价权。从彭博社终端机上的市值反超，到5000万新元的投资门槛，再到金管局50亿新元的果断入场，新加坡的崛起是一场通过制度设计将全球财富转化为本地金融实力的精密工程。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普通人来说，理解这些宏观政策背后的逻辑，不仅是为了看懂新闻，更是为了在这一轮区域财富洗牌中看清大趋势，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启发，请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会继续为您带来靠谱、专业的新加坡政策信息速递，做你身边最懂政策的速递员。我们下期再见。